当初为了买这个品牌啊，我长不到1.8米。那星辰这次出的这2把吉他，我觉得是真的诚意满满哈，不仅保留了老型号的一个经典元素在里面，而且还在此进行了一个创新和提升。我应该是全网最快、最新鲜拿到手的。那今天测评的这2把吉他呢，就是来自30年吉他老厂他们出品的2024年收官之作，星辰 F120、F130全单吉他。那 F 这个英文啊，代表是 fidelity 的一个英文缩写，那代表就是忠诚、忠实的意思啊。那它整个用意是非常好的，表示呢这个系列呢会是你最忠实、最忠诚的一个陪伴。那这2把新品啊，120和130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在音色的一个大改良，还有整体外观上的一个巨变。那一会儿我们会在后面讲到哈。其实对星辰这个品牌啊是有特殊的一个好感的，因为我的第2把吉他呢用的就是星辰，噔噔噔噔啊！这个的话呢，现在已经是我的老古董了哈，也已经是有10几20年的一个历史了。当时就是用这把琴，我学会了《晴天》这首歌曲，存了500块钱生活费买下了它。那可能啊，这是因为我长不到1.8米的一个原因啊。那无论是手感、音色还是做工上面呢，都比我第一把烧火棍好太多了。所以呢，我对星辰这个品牌是有特殊的一个感触的。真没想到，现在销声匿迹这么久哈，他们现在的一个新品呢，会出现在荧幕面前，是眼前一亮的感觉，进步是非常大的。那它的一个 logo 呢，也直接做了一个大改动。那前段时间啊，我收到这2把吉他呢，我的专一又出来了，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果然还是我的星辰啊。那么在讲120和130之前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星辰这个实力的老品牌。那国内知名的实力吉他厂呢，前有全峰，后有裕丰，其实啊，中间还夹着一个声凯乐器，也就是星辰自己的一个吉他工厂，一个30年的老厂哈。那同样呢，也是给很多国外一线品牌做过代工的一些木琴还有电琴，比如说易普风就是了，有稳定成熟的一个技术在这里哈。那我也问过官方那边，00几年的时候，其实呢，星辰在线下是特别辉煌的，然后中间呢没有好好吃到互联网这波流量，同时他们把心思都花在了 OEM 的一个投入上面，所以啊也落寞了一段时间。毕竟星辰啊是声凯的亲儿子嘛，所以19年的时候啊，他们去了日本那边找到了制琴师 Ogino， 还有设计师藤尾真嗣。那 Ogino 这位制琴师啊，他的手工吉他不仅在日本哈，也在国际上得到了非常不错的认可。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Ogino 定制一把琴呢，也是需要用到1到2万美金的。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个制琴师它的含金量是有多高了啊。那设计师藤尾真嗣也是帮过安部真明、二哥啊、金草圣二、五五会啊等各位指弹大神哈，做过一些专辑的封面设计的，在他们日本国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设计师啊，一起重新去打造星辰这个品牌啊。最终今年他们的收官之作 F130还有 F120 2款全单吉他出世了。我可以说啊，这绝对是3、4千价位性价比最高拉到满的一个全单吉他。好，先来看一下2个的一个外观配置啊，120和130都是全单配置。那么我现在这一款呢，120是 CD 卡鱼山单板，再加上背侧板是桃花心木的一个材质。那么130的话呢，是 CD 卡鱼山单板再加玫瑰木的一个背侧板。第一个大亮点就是由日本制琴师还有设计师联合去完成的一个声学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声学系统对木吉他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关乎到你对吉他的一个热爱程度啊。所以这2把吉他的音色上面啊，这2位日本老师傅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给我的感觉就是朴素之余啊，带有一点非常高级的感觉在里面，也看得出日本人会更追求极简外观的风格，同时呢，也会更花心思在音色和手感、做工、稳定性这些更专业的一个工艺上。那么第2大亮点，也就是星辰的 logo 也做了一个大升级，做了 Starson 字样的一个珍珠百倍镶嵌啊，非常洋气，也有辨识度。那琴头呢，也做了一个类似金字塔外观的一个设计，再加上玫瑰木的一个琴头贴面啊，配的是一个黑金配色的星辰定制弦钮。那么整个琴颈呢，用的都是桃花心木的一个 C 型琴颈啊，无论是大小手、长短手指都可以拿捏到位。那因为它是一个 C 型琴颈啊，所以在握持感上面是非常舒服的。那指板的一个宽度啊是43毫米，上下弦枕呢用的都是骆驼骨啊，品饰还做了一个圆角倒角的一个设计，所以如果我们上手弹呢，指板两边都不会觉得刮手。另外我们有很多小细节方面呢是可以区分到120和130的。那么120的一个指板呢，它用的是一个玫瑰
碎木，而且品记点它是从第5品开始往下才会有品记点。那130的话呢，它是一个乌木指板，也会更加稳定。同时啊，它的指板的品记点是从3品开始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好的区分这2把吉他的一个型号了。不然的话，我看上去啊，就看正面的话，其实这2把吉他还有点相似啊，基本上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点。那120的包边是奶白色的 ABS 包边，那130的话呢是 ABS 加一个彩贝的一个镶嵌。口轮花120呢用的是鱼骨的一个音孔设计啊，那么130的话呢显得会更高级点，用的是一个珍珠彩贝的一个镶嵌。那整个配置下来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130的一个整体外观啊，其实比120会更加的豪华一点，所以价格啊130肯定会比120会贵一点，毕竟是它的一个升级款嘛。那到了第3个大亮点，我觉得是护板这一块，他们申请了自己的一个护板专利，用的是异形的赛璐璐水滴型护板啊。那么除了琴头之余呢，护板这方面也会更加有记忆点，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星辰吉他。第4大亮点就是漆面了，面板的一个漆面厚度啊，均用这个0.15超薄的 PU7，可以让整个音声呢更加通透，更有木头的味道出来啊。那2款吉他呢用的都是达达利奥 XS 的一个防锈琴弦，性价比是真的蹭往上涨啊。好了，那接下来听一下云山桃花心木和云山玫瑰木这2款全单配置的一个音色啊。那在听音色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看看更喜欢云山桃花心木配置，还是更喜欢云山玫瑰木的配置吧。好了，那么2把吉他音声呢，我们都听完了。首先我的个人感受我觉得这2把琴都是一个耐听型的一个选手啊。120整体的声音呢比较清脆明亮，比较清晰啊，无论是弹唱、指弹都能很好的去表现出音乐的一个层次感。那么130的话呢，它整体会更加饱满、结实，而且有颗粒感，特别合适演奏一些情感丰富的一些曲子啊，比如说日本的一些很噼里啪啦的曲子，或者我们弹一些高端的弹唱都是没问题的啊。那么2者其实都各有千秋，无论我们选哪一款，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玩的一个风格和偏好啊。那么如果你正打算入手一把人生中第1把全单吉他的话，或者像我一样想要换一把琴的老鸟来说呢
两把琴都是值得一试的。那么星辰 F110和130是真的非常不错的入门全单吉他。那么另外，如果你是刚入门学吉他的小白，预算又不是特别高的话，这两把琴绝对是可以考虑的。它不仅是在外观、配置、手感、音色上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而且星辰品牌的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当然了，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呢，并且对音色的要求、手感要求都会更高，那可能可以考虑他们更高端的一个全单型号，我们淘宝店都有哈。但是如果你只想买一把，请我们先来入门，好好的学习一些吉他技巧以后，再去提高这个吉他的一个门槛，培养到自己的音乐兴趣F110和 F130已经是很足够了。OK， 那么今天星辰的110、130的评测呢，我们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够在大家选购吉他的时候呢，有一些帮助。那评论区呢，可以说说你们对这两把吉他的一个想法，我们会安排一支星辰品牌的吉他送出去哦。好了，那最后如果对这两把吉他也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来我们淘宝店大叔音乐购买。只要在我们这里购买吉他呢，都会有一个手感打磨调试送出，还会顺丰快递包邮、顺丰配件代理包之余呢，有一个终身免费的维修售后服务给你啊。好，那我们这期测评就到这里，我们下期测评再见，拜拜。